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的美漫辛普森一家第13季第6集。今天图书馆打折，全家人开车前来淘好书，辛巴自然是百般不愿，送我都不看，还让我花钱买。幸好妹是图书重度爱好者，不一会儿的功夫就选好了满满一车，因为他实在不忍心他们被搅碎喂猪。还有辛巴了解辛巴，为了让他不无聊，找了本伪造的世界纪录大全。果然辛巴对他十分感兴趣，但这同时也勾起他想去喝啤酒的心。拿着书就准备去老谋子那了。酒吧里，莱尼和卡尔又在辩论。莱尼认为一个人脸上只能被夹87个夹子，得知他算了脖子，卡尔暴脾气上来了，摩拳擦掌就要跟莱尼出去较量。这时辛巴举了一本书挡住他们的去路。安静，一切事情都能查到。这本书的记载很全，夹子记录是116个，书页还附有破记录时的照片。眼看有事实为依据，他们也就不争论了，简简单单就化解矛盾。老谋子表示这是他见过最好的书，没想到辛巴马上否定了他，书上说他看过最好的书是 OP 中心。老谋子震惊了，这简直比他还了解他自己。从那以后，辛巴就对这书沉迷了，每天都对家里人灌输各样世界纪录保持者，他们现在都可以倒背如流了。可能是贝扬每天都被这么霍霍，小新建议爸爸自己去创造新的纪录。辛巴一听，这主意不错，你觉得我能在3分钟跑完1里吗？只有在火星上才行。辛普森家去火星了，当然这是不可能的。辛巴表示会再想想别的。辛巴去世界纪录办公室，这里汇集各种各样的申请人，最长的手指甲，抽最多的烟，还有最胖的人，不是，是还在世的最伟大的演员。辛巴挑战是装疯卖傻最长的时间，得知现有纪录是3年，他又改为用眼镜蛇弹5弦琴。可惜这个项目若成功，纪录是归眼镜蛇所有。2位裁判没有功夫在天上浪费时间，直接告诉他，所有的个人纪录都是由一脚踏进鬼门关的疯子创造。若是想正常一点，就是来些集体特效，比如西班牙的某个镇就做了世界上最大的煎饼卷。听了裁判的话，辛巴受到了启发，他将所有证明都聚集到了一起，并号召他们共同创造世界纪录，也就是建造世界上最高的人体金字塔。大家都同意了，并正能让镇子出名呢。辛巴作为发起者，自然是坐在金字塔顶端，不料人家都好了，就他爬到一半就歇了。还是小新有办法，直接一招激将法就让他上去了。可惜啊，他们这么努力，还是差了1英尺。关键时刻，辛巴机智了一回，将小新举到了头顶。不过他们还需要将这个动作保持3秒，这就有点困难了。下面2个混混喷了手，他们嫌恶心又抬了起来，这下全塌了。刚好一旁是个陡坡，全镇人民成团滚了下去，最后滚到了坡下一个巨型电子秤上。裁判迅速地计算一下人体净重，没想到歪打正着，他们还是打破了纪录，全镇荣获了世界上最胖的镇的称号。全镇群像上了新版世界纪录大全的封面，镇长骄傲地宣布，春天镇不再是美国的悲伤，从此太阳是美国的肥胖之城。看周围人都在庆祝肥胖，辛巴简直不敢相信。辛巴倒是兴奋异常，因为这纪录对胖子太友好了，他大肚腩终于不用收着了。辛巴不明白人们到底是怎么了，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变这么胖的。不过他也没有困过多久，家里人就为他解答了疑惑，方糖没了，就是新烤的软糖馅饼。为了健康，葡萄柚是可以吃的，但为了美味，必须用厚厚的白糖蘸着吃。辛巴看到糖被舔完就被扔掉的葡萄柚，心里涌起一股深深的无奈。逛超市时，辛巴发现了不含糖的甜甜圈，结果阿普解释道那是买糖送甜甜圈的意思。辛巴很不满意，因为所有的食物都糖分超标了。一旁习医生接着补充道，糖不仅会育肥，还会让人上瘾，可不是嘛？习医生现在就已经对糖果上瘾了。阿普感到很是抱歉，店里的所有东西都是 M 糖业公司制造的。得知是这样，辛巴马上打算找负责人谈谈。巧了不是，他们公司就在街对面。这家公司的老板确实不是什么好人，日程安排不是打球就是做坏事。一进门，辛巴就说明来意，希望他不要在食品中加入过量糖，或者至少在包装上提醒人们，这样不健康。老板颇为嚣张的拒绝了，要我这样做，还不如直接让我改名为东特勒。辛巴碰了钉子，这人确实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。听说辛巴去了糖厂，辛巴很是激动，所以那里有奥伯伦伯人嘛，有一个在笼子里，不过他不动，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家公司毁了整个镇的健康。但辛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阻止。幸好妹提议，或许可以提起集体诉讼，这的确是个好主意。但辛巴有些担心律师费，其实是他多虑了。以法学院的培养速度，现在那些要找工作律师都烂大街了，一见有人需要，他们立刻涌了上来。老吉尔还展示了律师资格证书，看起来挺可靠的。辛巴决定就选他了。找好律师之后，就该收集证词了。老吉尔因为曾经上门推销时候得罪了很多人，辛巴也没指望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帮上忙，所以决定由自己挨家挨户去拜访证明们。辛巴首先却是警长家，说明来意之后，韦根就答应签字了，因为他的儿子糊涂蛋已经被糖害得有多动症了。吉尔是那个乡下人，他也答应得很是爽快，因为他那肥胖的表妹就是最直接受害者。迪斯科也同意，他自己就已经对糖上瘾了。辛巴忙碌了一天，直到晚上才回到家中，没想到辛巴已经在餐桌边等着他了。这货是半点离不开辛巴，没有他在家，连正常饭都做不了，还赌气拿着黑暗料理跑走了。辛巴离开后，辛巴接到了一通电话，虽然对方说自己是匿名告密者，但辛巴还从他的语气判断出是教授。他所掌握的证据对辛巴很有利，所以在法庭上他成为了重要证人。据他所言，糖是一种容易使人上瘾的物质，而糖果只有糖的运送系统。糖厂老板听了，立刻气急败坏，嚷着要杀掉教授。他律师本想劝他，谁知他杀疯了，在场所有人他
他都要杀光。还好老吉尔及时开口辩驳，才没有让闹剧继续。事实上，糖厂生产的食品不仅对人体有害，就连吸血鬼也没能逃脱。连续吃早餐麦片20年，用来吸血大门牙都掉了。这时糖厂老板也冷静了下来，硬的不行，来软的。他拿了一皮箱糖果递到了法官面前，这的确很诱人，但法官义正言辞地拒绝了。这地方是用来伸张正义的，更何况就是你这样的黑心老板让我变胖的。就此，法官宣布辛巴胜诉了，因为他提交那些证据。与此同时，还通过了一项永远禁止糖制品的法令。听到这话，刚才为辛巴感到高兴的人们顿时又变了脸色，因为禁糖令的缘故，家里人都对辛巴怒目而视。托你的福，巧克力告密者，辛巴也很委屈啊，他只想让政策变得更好。为了法令的顺利实施，凡是含糖的食物都被集中在一起烧毁了。那熊熊大火烧的哪里是糖啊，分明就是无数甜食爱好者的命啊！没有糖果续命，学校的孩子苦不堪言，到处横尸遍野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闹饥荒呢。现在快买超市这样遭到了抢劫，货架上就只摆着寥寥几个蔬菜。突然，辛巴踩到一块黏糊糊的地方，本以为会是糖果一类的食物，没想到却血液与伤风膏的混合。阿布悄悄告诉辛巴，有个小组织正不惜一切代价，准备将糖带回这座小镇。晚上夜黑风高的时候，阿布带着辛巴来到了甜甜圈小子脚下，没想到他的身上还有一个暗门，内部建造了一座地下室。托尔等人已经在这里等待了。糖厂老板说需要帮忙辛巴从边境南边走私糖，这件事辛巴暂时义不容辞。这次行动，辛巴还带上了小新。小妹有些不理解，冒着生命危险就为了糖，值得吗？这时，辛巴的声音响起，上甜点了，我蒸了些甜橙。新小妹不再问了，快走，马不停蹄的走。大佬们自然不做苦力，这项任务就落到了辛巴头上。靠近那座制糖小岛的时候，辛巴潜进了海里。虽然因为地图的缘故耽搁了一小会儿，不过最终还是完成自己的使命，而且还抓住了合同漏洞，没有付钱，白嫖成功。即将抵达春田港的时候，已经是早上了，还没有进镇，就听到警长的声音。谁知警方已经听到什么风声，准备拦截了，要么投降，要么沉船。辛巴还抒发着豪言壮语，表示要誓死抵抗。不料另外3个人早抛弃他逃走了，看样子他现在只能靠自己了。为了逃命，2艘船上演了一出海上追逐战，最后结局以警船搁浅，辛巴成功逃脱结束。到达港口的时候，糖厂老板已经在此等候了。都到现在了，辛巴还没忘见见奥伯伦伯伦。看到那小矮人后，暗号对上了。辛巴打算将糖交给他，没想到另一边响起了辛妈的声音：“你这样做，肥胖和糖尿病会摧毁整镇的。”他希望辛巴能为了自己将糖扔进海里。清道夫我还听那个坏家伙的，这真是人生中的一道难题。最终辛巴还是选择了妻子，请到了所有的糖。那些镇民们看到糖被丢到海里，全都跳了下去，那滋味大概跟久旱逢甘露差不多吧。没想到大家会这么高兴，又把辛巴震惊到了。这时法官也走了过来，表示上次的决定确实超出了自己权力的范围，所以他就此宣布禁糖令解除。说完也跳进了海里。接着2个孩子也过来请求辛妈，眼看这也是众望所归，辛妈只得同意。好吧，但是要带上小小心。看着大家那么快乐，辛妈心情有些复杂。我想人不应该总是把法律挂在嘴边，或许我应该停止改变世界。辛巴安慰道：“别这样，我喜欢你的做法，你就典型操心命。”禁糖令经历了由颁发到废除，看起来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辛妈努力毫无意义，然而冥冥之中是有什么发生改变的，比如镇民不再被蒙在鼓里，他们知道了过量的糖分所造成的危害，不会在不知不觉间就成为被收割的韭菜。这个世界是需要辛妈这样的人的，哪怕拼尽全力只换来一点点的美好，也是值得的。再说回禁糖令本身，全面分禁在某些事上能效果拔群，但对于大多数人都喜欢的糖，似乎不太行得通。禁糖和糖泛滥成灾，难以判断什么更糟糕。何况适当吃糖并不会对健康有什么影响，与其将它当作有害食物杜绝，或许更应该控制的是自己的欲望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